覆盖。除了装甲的升级，较新批次的 T90已经将炮塔内部的弹药舱转移到炮塔尾部，以降低弹药舱被击中的概率，避免产生附加伤害。T90的内部具备生化防护设备和自动灭火系统，部分批次还搭载了电磁反地雷系统，能够利用电磁脉冲令部分类型的地雷失效。除了被动防御外， T90还配备了主动防御系统。早期批次的 T90采用了 Stera 异形光电干扰防御套件，其标准性的配件是炮塔正面的2套红外光电干扰器，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红外探照灯。除此之外，在炮塔上还拥有4个被动激光感应报警器、2组烟雾弹发射器。当 T90感知到自身被激光制导型武器瞄准时，会向车内人员告警，并将炮口自动对准来袭方向。2套红外光电干扰器会对来袭武器的瞄准系统进行光电干扰，使其偏离轨道。烟雾弹也会即可发射，在3秒内形成持续20秒左右的烟幕屏障。较新批次的 T90已经不再配备红外光电干扰器组件。由俄罗斯研制的另一主要的主动防御系统是 Irina。该系统应用了多普勒雷达系统来探测来袭威胁，并配置了反制武器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，可以有效抵御各类反坦克导弹的打击。但是该系统目前尚未出现在俄罗斯使用的 T90坦克上。T90的动力单元经过多次升级，不同批次和型号的 T90采用的发动机型号也多不相同。早期的 T90采用了 V84 MS 4冲程12缸机械增压柴油引擎，最大功率840匹。出口印度的 T90S 采用了 V9RS2 型12缸涡轮增压柴油引擎，最大功率约1000匹。T90A 也采用了同款发动机。俄罗斯最为先进的 T90M 采用了 V9RS2F 柴油引擎，最大功率约1130匹，匹配了电控机械自动变速箱，具备7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。T90系列的越野时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，公路时速在65到80公里左右，作战分为约550公里，使用外部油箱的最大作战范围约700公里。T90是188工程的产物，最初代号为 T72BU，1992年正式命名为 T90。虽然 T90是在 T72B 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来，但是两者的差异超过50%。T90是该系列的第1个版本，采用了 T72B 型的炮塔和车身设计，应用了 T80U 的火控系统。其显著标志是位于炮塔前端的一对红外探照灯。车体正面配备了接触5型爆炸反应装甲和窗帘异形主动防御系统。T90于1992年开始生产。T90K 是 T90的指挥型，是188K 工程的产物，在 T90的基础上增加了超短波、无线电系统和导航系统，于1994年投产。T90S 是188S 工程的产物，是1990年代的出口版本，主要针对印度。该型号没有配备红外探照灯，而且采用了法国研制的热成像仪，并配备了空调设备。T90SK 是 T90S 的指挥版本，拥有额外的通信和导航设备。T90S 皮湿膜是印度授权生产的 T90S 版本，采用了 V9RS2 发动机，动力达到1000匹。自2007年起增加了空调系统。T90A 是188I 工程的产物，是 T90系列较为重要的版本，
也是俄罗斯陆军较为主要的使用型号。T90A 是 T90的改进版本，应用了焊接炮塔，配备了动力更强的发动机，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热成像系统，具备比较强的涉水能力。T90A 弗拉基米尔是188A1工程的产物，采用了焊接炮塔，于2004年到2011年投产，采用了 V9RS2 柴油发动机，动力增强到1000匹，主炮更新为 2A46M5 型，增强了车体装甲，改进了热成像系统，采用了新型的车内消防系统，以及新型的夜视瞄准系统，自动装填设备也得到了改进。油箱的防护性能也得到提升。T90A 弗拉基米尔的进一步改进型是188I2工程的产物，其指挥版本是 T90AK 弗拉基米尔，分别是188I1K 工程和188I2K 工程的产物。T90SA 弗拉基米尔是188SA 工程的产物，属于 T90S 的改进型，主要提供给国际市场。T90SKA 弗拉基米尔是该型号的指挥版本。T90AM 是工程188AM 的产物，采用了焊接式炮塔，配备了俄罗斯较为先进的克丽娜火控系统，应用了改进的主炮，使用了遥控型武器站，应用了模块化的装甲保护，配备了2种导航系统。T90SM 则是 T90AM 的出口版本。T90M 是目前俄罗斯陆军所有 T90中型号最先进的版本，是 T90A 的现代化改进型，采用了全新的模块化装甲布局，弹药舱转移到了炮塔之外，采用了一门 2A82EM 火炮，使用了遥控武器站，增加了辅助动力系统，车内安装了空调、通风和供暖系统。自2018年起，俄罗斯计划为 T90M 安装 Iranian 主动防御系统。T90M 的细分型号包括采用 2A46M5 型125毫米滑膛炮的 ProRiv 1型和 ProRiv 2型，以及采用 2A82EM 型125毫米滑膛炮的 ProRiv 3型。T90在实战中经历了考验，并在后续发展中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和升级。就火控系统而言，早期的 T90与西方主战坦克相比差距较大，尤其在热成像设备性能以及探测距离上存在一定的差距。为了弥补这一差距，印度采用了法国的热成像系统，而俄罗斯本土也在后续批次中逐步改进了相关能力，但差距依然存在。从武器性能方面而言， T90与西方主战坦克不相上下。面对西方主战坦克普遍采用的120毫米口径主炮，俄罗斯的125毫米主炮在射程上具备一定的优势，在弹药类型上也比较丰富，包括炮射反坦克导弹。但是西方主战坦克在弹药性能上发展更快，例如以色列的拉哈特反坦克导弹，其射程就超过了俄罗斯所采用的 9M117 反坦克导弹，能够达到8000米，采用激光制导模式，而且具备比较强的装甲穿透能力。从防御力上看， T90在结构上拥有先天性的缺陷，除了 T90M 外，大部分 T90系列将弹药舱布置在了炮塔内部，一旦车体被击穿，将有很大概率引爆内部储存的弹药。为了应对这一威胁，除了改变弹药储存的位置外，部分批次增加了自动灭火系统，同时也增强了对油箱的保护。早期批次采用的接触5型爆炸反应装甲，实际的防御效能并不高，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防护性较差，对采用串联弹头的反坦克导弹也难以发挥作用。在经历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造之后，接触5型的防御能力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比接触5型更加有效的是俄罗斯的 Relikt 爆炸反应装甲。Relikt 比接触5型的性能更强，两者之间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，能够相互替换。俄罗斯方面对 T90的防御力评价较高，
针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而言，T90的防御力达到800到830毫米 ，T90A 和 T90S 可以达到870到910毫米，最先进的 T90M 能够达到1100到1200毫米。在实际作战环境中，T90在防御力方面也暴露出一些不足。在面对西方反坦克导弹的攻击时，T90的主动防御力不足，面对攻顶武器的防护力也有待提升。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